男性病人这个胆结石在这个位置，所以他有几次啊胆囊发炎的疼痛的一个状况，右上腹部，然后痛到背后去的一个状况，但是啊，总是觉得70几岁啊，这个身体的一个状况啊，能不能拖一下就拖一下，结果呢后来再发生一个更严重的一个问题啊，意思就是说它的一个位置，如果这个结石的位置是在胆囊里面的时候，它顶多卡在这个胆结石胆管出口的地方的时候，这个引起的发炎是胆囊发炎。但是呢，它如果再往底下去的时候，它的位置改变，它所影响的发炎的一个范围就不会只是胆囊。因为胆囊发炎，相对我们现在透过药物的一个治疗，或者是必要的时候再给它引流，这个胆囊发炎的一个控制度，事实上是还好，不是说像以前感受得到那么恐怖啊，这个结石所造成的一个影响。但是呢，如果这个结石的一个位置它发生改变，不是只是在这个胆囊里面，它往底下去，往底下去的时候，就到这个我们总胆管开口的一个地方，总胆管开口的地方就会影响到不只是胆道的一个系统，胆囊的系统，还有胆道系统也会影响，还会影响到我们的胰脏这个系统。那这个胰脏的系统影响到的结果，就是在这个地方结石塞住以后，我们的胰脏分泌的这些酵素它会受到影响，它甚至于进而影响到胰脏本身的一个功能，发生胰脏发炎的一个状况，这就是胰脏发炎以后肿胀的这个情形，这是可能致命的。所以本来是一个相对是简单单纯的一个病，它的一个位置的一个改变就可能变得很复杂，所以碰到这个状况，它发生黄疸、发生发烧、畏寒、败血症的一个情形很厉害的时候，这个医师们就不是说我现在进去赶快跟他开刀啊，肠胃科的医师啊，透过这样内视镜的方式啊，就找到那个总胆管开口的地方，这是总胆管里面有些阴影，就石头也在这个地方啊，然后透过那样的一个这个器械总胆管开口这个地方给它弄开一点，或者是放一个引流管在那样的位置啊，让这样的一个肿胀的总胆管可以有空间往底下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它的一个这个胆汁阻塞的一个情形缓解，发炎的状况也可以得到缓解，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管子，总胆管开口的地方，所以放内视镜可以到达这个位置，在这个开口的地方给它弄开一点，让它胆汁可以淤积的这个胆汁放下来，有些已经化脓了，然后再放一个管子让它可以这个发炎呢更加稳定的时候，再请一般外科的医师再把胆囊这个地方跟这个总胆管里面还有的剩余的石头再给它清理。